路飞向同伴们提出来破坏大妈的茶会和策划好的婚礼，同伴们虽然一致同意，但是这项工作实在太过困难。于是慎平向路飞提出建议，和卡彭贝基达成暂时的同盟，一起对抗大妈海团。慎平提出建议，然而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船长路飞的身上。伙伴们比较紧张，以路飞固执又直率的性格，一定不会接受和贝基那种卑鄙之人合作的。大家认为路飞一定会严词拒绝。不仅是路飞，乔巴等人已经展开投票，4比2反对与贝基达成战略同盟。但路飞考虑了一下，一口答应了。伙伴们都震惊了，你是当真的吗，路飞老大？贝基的恶劣人品可是人尽皆知的，和这种人合作，岂不是要处处担心被人背后捅一刀？路飞露出阳光笑容，只要答应和贝基合作，一切都会很顺利，也能避免牺牲同伴。慎平笑了，因为他早就料到路飞会答应。慎平告诉路飞，其实他早就约了贝基一伙人见面，你决定要去见他们吧？反正如果谈不拢就拒绝合作就可以了，反正大家的目的也不一样。路飞果断地答应下来，见一面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贝基的据点在蛋糕岛的西北面，慎平告知路飞位置之后，和乔巴等人由镜世界先行前往，大家就在那里会合吧。此时在蛋糕岛的西北方，火焰坦克海豚的据点里，贝基一伙人正在恭候草帽团光临。贝基一杯洋酒下肚，缓缓问道：“已经干掉波比了吧？”怪枪维特举起自己那把巨大的手枪，自豪地说道：“是啊，因为他当时在追黑族山治，杰尔玛66可是我的偶像呢。”戈蒂站出来，表达了自己的担忧：草帽团那伙人真的会来？贝基点燃雪茄，带着自信又凶恶的笑容。既然大家的敌人都是大妈，这种时刻不增加敌人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合作，不过还是要看草帽路飞的态度。如果他们敢拒绝，那就在这里将他们干掉。蛋糕城堡里，厨师们正加班加点的赶工结婚蛋糕，这可是大妈最期待的甜品。负责这项重要工程的人是大妈海团的总料理长美食骑士长面包，他带着众厨师一边唱跳一边料理，大概他觉得唱歌可以增加工作效率吧。总之，工作气氛十分轻松愉快，大家分工明确，一切井然有序地进行着。按照这个进度，结婚典礼开始的时候，结婚蛋糕就预备好了。此时在东海的海港，被太阳海团安顿好的贝克穆斯正在坐起来打听关于卡彭贝基的情况。慎平那个家伙有没有向大妈如实的汇报贝基那个邪恶家伙的阴谋？副船长阿拉丁十分肯定地说，那是自然。现在贝基估计已经被大妈打成特级残废了。贝克穆斯还是不放心，这种事情还是要自己亲自向大妈汇报的好，靠人不如靠自己。但是自己这副伤痕累累的身体实在是走不了太远。自从登陆左岛一直到现在，自己身上新伤盖旧伤，伤口就没有愈合过，实在是太倒霉了。阿拉丁非常可靠地告诉贝克穆斯，你还不相信慎平吗？慎平老大办事你值得肯定。太阳海团全团上下齐心协力地安抚贝克穆斯，贝克穆斯却依然警惕，你们这群家伙有点奇怪呀，半夜3更的我看到海港十分嘈杂，好像有人在搬运货物。众人一愣，这不要坏菜了吗？绝对不能让贝克穆斯知道他们准备要背叛大马海团的事情。贝克穆斯一看众人这反应，就知道这里面指定是有事，挣扎着想要离开。众人立刻连劝带阻，强行摁住贝克穆斯。路飞和山治一路疾驰，向火焰坦克海团的据点赶去。很快就来到了贝基地盘的大门口，大门打开，维特从里面走出来，看到山治后，维特十分激动：“我的英雄啊，吉尔玛山治，很高兴又见面了，欢迎欢迎！”脸蒙着患者路飞直愣愣地问道：“你就是贝基吗？”乔巴从维特身后冒出来，正在悠哉悠哉地喝着牛奶。一看到山治和路飞，高兴地跑了过来。山治抱起乔巴一愣：“你这个打扮好像是来度假了。”乔巴穿着短裤，手握牛奶，肩膀上还挂个毛巾，活像一个刚走出浴室的老头。路飞很焦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时间泡澡啊？维特插话进来，此言差矣，你们也必须去泡澡，泡完澡才能谈正事。教父是不会和脏兮兮的人见面的。你说谁脏兮兮啊？山治和路飞互看一眼，彼此露出嫌弃的眼神。贝基基地内的女生浴室，娜美和加洛特正在沐浴。西风坐在一边，听娜美讲述自己的亲姐姐罗拉的事迹。娜美感慨万分，罗拉真是帮了他们很大的忙，无论是当初在莫利亚的地盘，还是这次在诱惑森林，罗拉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西风和罗拉一样善良，而且平易近人。他听了娜美的叙述，深信不疑。自己和罗拉是双胞胎，心灵相通，所以他看到娜美也有一种亲近的感情。西风知道罗拉一定也受到很多娜美一伙人的照顾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加洛特听得惊奇，原来还有人能变成僵尸，死去的人还能动，大海还真是神奇啊！娜美关掉龙头，感叹说：“罗拉现在应该还在某个地方继续做海贼吧？只是大妈的怒火让人觉得有点可怕，难道仅仅因为罗拉逃婚了，大妈就要发那么大的火气？”西风一边拍着自己的儿子，一边回答道：“罗拉的那次逃婚可是一件影响很大的大事情，因为某些原因，大妈被全世界的巨人族列入黑名单，永久封杀。所以在各个种族都有的万国托特兰中，唯独没有巨人族。有一天，一个罗拉的追求者出现了，这个人的身份不一般，
他是巨人国阿尔巴夫的王子洛基。大妈听说后十分高兴，如果罗拉成为阿尔巴夫的王妃，那么大妈和巨人族的关系就会有所缓和，而且还可以将世界第一强国阿尔巴夫的军队收入麾下，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。但是罗拉却逃婚了。之后大妈将戚风代替罗拉交出去，虽然二人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洛基一下子就认出来这不是罗拉。大妈和巨人族的关系因此更加恶劣。从这以后，大妈就放弃了和真正的巨人族成为伙伴，而是转而在人体巨大化的研究项目上进行投资。大妈也因为这个事情对罗拉十分憎恨。罗拉在这个国家就像是犯人一样被对待，现在只要罗拉回来，一定会被杀掉的。就连和罗拉长得一模一样的戚风也被大妈所讨厌，每次见面，戚风都会被狠揍一顿，身上的心伤这么多年从来没断过。戚风对大妈已经完全死心，深恶痛绝，他现在根本没法将这个怪物当成是母亲。罗拉在外面无忧无虑的，根本想不到大妈对他已经怀有杀意了吧。当戚风的丈夫贝基说要暗杀大妈的时候，戚风毫无感觉，因为他自己已经对大妈毫无感情可言了。现在他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家人，只有丈夫贝基和儿子贝次。男生浴室这边，路飞等人已经洗好了澡，路飞心里很焦虑，这种感觉就好像度假一样放松，明明大战就在眼前，紧张都紧张不过来呢。布鲁克倒是无所谓，毕竟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他悠哉地拉开冰箱看了一圈，高兴地招呼路飞：“这里有牛奶哦，牛奶！”旁边守卫的小弟气得大吼：“你们不要随便翻别人家冰箱啊！”路飞和布鲁克一人拿了一盒牛奶，一饮而尽。路飞缺掉牙齿，布鲁克脸上的裂痕立马恢复如初。这是什么牌子的牛奶？补钙能力这么强，姐妹们买它！旁边的小弟看傻了，你们两个是什么恐怖的体质啊？众人洗好了澡，维特带着大家来到城堡的衣帽间。众人换好了干净的礼服，一起来到会客间。在这里，维特、哥蒂以及另一个神秘男子早已等在这里了。路飞等人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路飞严肃地看着戚风：“你就是贝基吗？”戚风懵了，这得脸盲到什么程度啊？路飞看着戚风怀里的贝次：“你是贝基？”维特插话道：“别瞎他们猜了，一会儿老大就到了。”会议室的房门再次打开，贝基穿着崭新的一身衣服走了进来。大家都洗干净了吧？俗话说人靠衣装，我可不喜欢和不修边幅的人谈正事。贝基坐在路飞的正前面，脾气十足，逼格瞬间拉满，双方怒目而视，火药味十足，好像随时准备动手。路飞伸出手，旁边的黑手党们纷纷抬起来福枪准备攻击。路飞和乔巴抓起旁边的零食，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。娜美大吼：“你们给我收敛点！”贝基率先来了个下马威：“对我们来说，你们都是碍事的人，把你们在这里解决掉最省事了。”慎平平静的回应：“别扯犊子了，现在还哪有时间在这装逼？路飞，你说说要不要合作？”路飞在旁边一顿胡吃海喝，听慎平点了自己的名字，才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故作深沉，沉默一番，眼睛死死盯着贝基旁边的神秘人。我靠，你小子是凯撒吧？一向脸盲的路飞一眼认出凯撒，其他人都表示早就看出了，这事儿重要吗？凯撒慌忙解释：“你认错了吧？我是贝基的小弟瓦斯蒂诺。”说起来，凯撒也相当可怜，自从遇到罗，心脏就没回归过，一直过着被别人控制的流浪生活。现在自己的命依然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只要贝基一个不开心，立刻捏爆凯撒的心脏。就在几个小时之前，贝基从大妈那里申请到了凯撒的监控权，他秘密找到凯撒谈条件，他现在有权利放逐凯撒，只需要凯撒帮他一个小忙，制造一种威力巨大无比的生化火箭弹。这也是贝基此次暗杀大妈的一个王牌武器。剧毒瓦斯弹 KX 发射器是凯撒最得意的恐怖杀伤武器之一，他很自信这支火箭弹一发就能要了大妈的命，但是为了预防万一，还是做了3颗用来备用。这种生化武器有多恐怖？一般的人类皮肤沾上一点就会要命，如果气体进入体内，200%会立刻暴毙。贝基再次严肃地向路飞发问：“好吗，小子，你要不要和我合作？”路飞沉默一番，举起拳头：“你伤了贝克穆斯，我要打你一顿。”接着路飞一脚踩在桌子上，拳头飞了过去，顺平眼疾手快拦了下来。现在可不是打架的时候啊！身边的黑手党小弟纷纷举起枪，准备射杀草帽一伙。暴脾气哥弟举起手中的加特林，竟敢冒犯老大，我要把草帽小子打成蜂窝煤！贝基稳如老狗，让草帽小子来，他能伤我分毫，我叫他爸爸。路飞暴跳如雷，慎平拦都拦不住，路飞拳头掠过慎平打了过去。贝基淡定地举起凯撒的心脏，挡下路飞的拳头，疼得凯撒哇的一声尖叫出来，场面一团混乱。顺平无奈地抓了抓头，问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：“你们喜欢大妈吗？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不喜欢。”这就可以联手同盟了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如果要互相开战的话，等打倒大妈以后再说吧。现在大家联手才是上策，对所有人都有利。众人终于肯坐下来好好谈判了，甚至问出一个关键问题：大妈强得像个钢铁气球，难道吉米凯撒的那3颗瓦斯火箭弹就能干掉他？没那么简单。贝基一脸平静的解释，就算这种火箭弹威力再大，也破不了满血满状态的大妈的防御。不过只要满足2个条件，就可以轻易的干掉大妈。
第一，5秒内的空白时间，保证没人来阻止他们；第二，让大妈衰弱下来，防御降低。这就是为什么贝吉会选择在干部们全部到场、警卫戒备在1级的茶会作为暗杀大妈的场地，因为只有在茶会上才有机会创造以上的这2个条件，利用 KX 杀人瓦斯火箭弹干掉大妈。根据贝吉加入大妈海贼团这1年多的观察，他发现大妈几乎是无敌的存在，他根本不会受伤，就算是被炮弹打中，就算是出手攻击对手，大妈的身体连个擦伤都留不下，简直就是怪物。钢铁气球这个外号太贴切了。不过只有一次贝吉亲眼看到大妈擦伤了，那就是加尔莫罗修女照片事件。每次茶会，大妈正面的座位都会摆一张照片，谁都不可以坐在那里。照片上的女子被人称为加尔莫罗修女，很神秘的人物，就连大妈的子女也不知道这修女和大妈的关系。不过可以看出来，她对大妈来说意义很大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，也是大妈唯一的弱点。一次茶会，一个佣人不小心打翻了照片，那次大妈的失控是作为女儿的戚风都没见过的，脸色铁青，发出巨大怪叫，周围人被震得捂住耳朵。伴随着怪叫，还发动了霸王色霸气，很多人顶不住晕倒在地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妈跪倒在地，膝盖居然擦伤流血了。由此，贝吉推测，大妈在这种状态下防御力应该是为0的。如果在这次茶会上把加尔莫罗修女的照片劈碎，会怎么样？大妈就会再次衰弱，并且她的怪叫和霸气会让全场的守卫动弹不得，会为大家争取5秒以上的时间。这段时间，只要将准备好的剧毒火箭弹拿出来，射上一发，估计就算是大妈也会当场暴毙。路飞笑着说道：“原来只要打碎照片，制造骚乱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嘛。我们也可以趁机救出山治的家人。”贝吉严肃地提醒路飞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打碎照片到大妈发出怪叫，大约还需要3秒时间。这3秒里，他们有可能会被大妈海贼团的人立刻包围射杀，能不能活过这3秒都是问题。贝吉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路飞，娜美提出抗议，这不是让路飞做诱饵，明白是送死的任务啊！路飞无所谓的一笑，没关系，交给我吧，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屌的出场方式。蛋糕岛的港口，几艘巨大的船相继靠岸，几个神秘的家伙登陆蛋糕岛，他们都是黑暗世界中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蛋糕城堡外，又一员猛将驾到，是炽热的教皇大臣夏洛特家第4子夏洛特·欧文，他和大夫卡塔库利并称为3兄弟。此时距离茶会开始还有3个小时。我是剑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